以說我是從來都不怎么玩卡牌游戏的，直到上一周杀戮尖塔，早就听说过这个游戏是卡牌游戏中最好玩的一批了，但是本身一天忙完都已经够累了，回家炉石还要我思考牌组、计算伤害，实在是搞不定啊。终于我和我的朋友们试了一次杀戮尖塔2，才发现这个游戏真的是纯爽游啊！每一把玩到后半部分就是爽丢牌，而且一个卡牌游戏竟然还有联机，队友能够教你一些基礎逻辑，等你真的成长起来之后，大家还得强制看你表演，这種一起爬塔的感覺真的太好玩了。甚至網上還有超多人組隊 mode， 這還是爬塔嗎？純群毆啊！GG 吧，童話裡做英雄。GG 吧，熱血心中流動。GG 吧，一切在我手中，讓世界更美好，堅持就一定成功。我很難想象一個9年前的卡牌遊戲，看上去就換了個皮，多了個人物，加了個聯機，怎麼就給幹到 Steam 熱銷第1了？這個遊戲的玩家群體比想象中的要多，1代累計銷量約為1000萬份，和死亡擱淺差不多。可以說隨便找個朋友都是玩過1代的，而且超大的玩家群體也誕生了特別多殺戮尖塔的梗，比如大家最熱衷的故障機器人，也叫機寶，因為難構築、慢啟動，分分鐘都容易暴斃，被大家稱為全遊戲第4喜歡的角色。甚至在尖塔比賽裡面，別的角色挑戰難度20，機寶同規則只需要打17。機寶還有一張經典的牌叫偏差認知，加5點 buff， 但是每回合掉1點。這就是為啥大家刷機寶梗都是每一句話少1個字的。這些機寶熱梗也讓很多人好奇，這到底是個什麼遊戲？結果不是不知道，玩了一下才發現這個遊戲是真有毒啊！先說一個遊戲中特別有意思的機制，意圖系統。每回合你都能看到敵人的意圖，你可以完全準確地看到對手這一輪進攻的具體數值，只要你的格擋數值剛好大於等於敵人的進攻數值，你就不會掉血。算格擋打傷害就成了這個遊戲的第1個樂趣。但這只是最開始，整個遊戲的構築數值給的非常激進。要是你運氣好，拿到幾張互相配合的強牌，那真的是隨隨便便左腳踩右腳上天。遊戲一下子從算計變成了平推，就比如最經典的戰士2張牌，熔融之拳，一傷翻倍，主宰獲得對面一傷層數的力量，左腳踩右腳，直接一拳超人。因為傷害溢出，甚至能夠把遊戲裡面一個標成無限血的 BOSS 給打死，這一拳確實太爽了。下一步好玩的就是無限，任何角色都有機會構築自己的無限，在你的回合達成條件，基本上可以無限出牌。這個時候 BOSS 再多的血量都只是數字，塔頂的最終 BOSS 也可能被你一回合斬殺。但是你說正常一個單機遊戲，一個 roguelike， 你成長到了無敵，好像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但是這個遊戲最天才的設計就是它竟然可以聯機，聯機之後這一切都不一樣了起來。這種成長的爽感被隊友無限放大。就比如說全隊殘血的時候，大家已經束手無策了，這時候你站了出來，兄弟們，我啟動了。我不可能告訴你任何事情。爽感不亞於 CS 裡面打贏 1v5 的殘局。再或者前2層你都狗發育，最後一層終於達成，3個隊友加起來打100血，你一回合就可以打1000上下，哇，真的是太爽了。Okay. 而且聯機裡面的神隊友也可以說是殺戮尖塔2不得不評的一環，包括但不限於畫家，88塊買了個畫畫軟件，說是不構築、不刪牌、不強化，一有空就畫畫，畫到忘記選路，一開心就給你上個戰爭迷霧，美術生再就業了。不過別說啊，有些人好像真會畫呀，甚至我有一個朋友專門下了一個畫畫 mode， 可以把表情包直接畫在地圖上面，就離譜。狂戰士只攻不防，為什麼不防？防禦刪完了，神秘紅色格擋條，抽血姬獎勵等於白嫖。篝火從來不睡，都是去 BOSS 房裡面睡的。和隊友說的最多的就是兄弟們，我要睡了。bug 哥，篝火能玩5分鐘，一個休息的地方要卡 bug，一次性敲10幾張牌，忙死了。說是吉吉國王，只要你的商店逛多1秒，地圖上面就開始冰冰冰的；只要你出牌慢一點，就開始拼。時間刺客，要不 SL 一下吧，把 SL 不是重來的機會，而是核心手段。
占卜能 SL 5次，1000血稻草人能打1個小時，托夢者能幫我睡一覺嗎？我真得敲這一張牌，核心牌，求你了！這種人的核心牌一般有10幾張。預知人只有這一套 build， 只玩這一套，抽不到就睡覺，一共50層，到了第49層還在說自己這一把沒有牌。收藏家好牌多拿，25張对他們來說是小牌組。卡牌遊戲嘛，50張才夠用。最喜歡的道具領主陽傘，搬空商店這一塊哦。其實聯機本身只是1代裡面的一個 mode， 畫畫也只是配合聯機 mode 的另外一個 mode， 但是遊戲也並不是直接無腦吸收 mode， 還是加入了一些制作組自己的理解。比如之前聯機 mode 裡面是可以和隊友交換手牌的，殺戮尖塔2裡面雖然你不能直接跟隊友換牌，但是加入了合作牌，比如相信着你，給隊友行動點，讓隊友輸出；比如亡靈的給隊友3靈魂，讓隊友都有過牌能力，這都大大提升了聯機體驗。藥水也可以在戰鬥中扔給隊友用，萬一隊友要死了，關鍵的時候也可以奶一口。再或者是隊友在那玩無限玩半天，受不了了，丟一瓶藥給他打斷，你別玩了，到我玩了。而且多人之後，很多套路都會變得非常的強大。比如亡靈可以給敵人上災厄，相當於斬殺線。其中有一張牌是敵人每10層災厄就多5層，還有大限將至，給予和災厄同等層數的傷害。要知道，本身 roguelike 遊戲加法小于乘法小于阶乘，沒有人能在階乘的數字裡面活下來。4個亡靈每人來一下 ，BOSS 滿血就是斬殺線。當然，你也可以像我一樣投4個抖 M 一起玩機寶，前期坐牢成長，隨機啟動，分分鐘暴斃。不過機寶雖然前期弱，但它後期也未必能爽啊。要是沒有抽到核心牌，後期依然摸魚划水，純享受了。我他媽來了，滾！我覺得殺戮尖塔還有一個遊戲外特別爽的地方，這個遊戲上一代就支持全平台，你可以在 PC、在 Switch， 然後在安卓、iPad、iPhone 任何設備上面玩。因為這一代剛上線還在搶先階段嘛，但是這竟然就已經有民間移植的安卓版了。就是這個民間移植版現在的幀率還不是特別穩定啊。我覺得展開之後都變成15幀唱完了，我也超期待到時候能出官方版的，必須多平台支持一下好吧。上一代還有一個讓人很難入坑的原因，就是畫面太醜了，一個角色就放在那裡搖一搖，連個攻擊的動畫都沒有，這種遊戲都不知道是怎麼火的，好吧？但如今可大不一樣了，官方說美術大升級，雖然跟沒升一樣，但是人物增加了打擊特效，這個動作非常的提升快感，怪物受擊還有明顯的降值，在後期成長起來之後，很大一部分快感就來自你猛猛出牌，怪物猛猛挨揍。如果說前面這些爽點是遊戲本身的設計，那最後這個遊戲還能讓玩家這麼上頭的最重要的一環，就是玩家自己的成長。比如說，大部分新人多多少少都是聯機裡面的收藏家，看到金色牌就受不了，描述一聽，哇，這麼強，好牌多拿了，說是。我一開始玩也是啊，把30多張，啟動完全隨機。後來慢慢發現，刪牌絕對大於拿牌，合適的牌組成型之後，多一張都是負收益。而且在嘗試過不同的組合之後，我也會主動的去擁抱發牌員，發到什麼牌就能往這個方向去發展，不再完全憑運氣去打。在遊戲過程中遇到的每一個敵人都像是一場針對你短板的考試。你去 AOE 嘛，那就給你4哈基曼；你打 debuff 就給你全抗機器人；你是慢打流，那就給你吃人殺蟲；你是獵人，哎，那我就是獵人殺手。在一次一次的爬塔中，你也開始熟悉怪物的招式和他們的優勢，在爬塔中能做出更加有利的選擇。可以說，場外變強的不是角色，而是玩家你自己。要是以前你告訴我一個遊戲換皮加上個聯機就拿來賣，那絕對是炒冷飯啊！直到玩了《殺戮尖塔2》才明白，好的玩法，哪怕過了這麼久，只要加對了東西，照樣能讓人欲罷不能。而且這個遊戲最良心的一點是，哪怕你是純新手也不用怕，只要敢選路、敢打牌，哪怕開局爛牌，也能慢慢湊出強力卡組。我從一開始連圖標都認不全，到現在能跟朋友炫耀自己花1下午打出來的一把無限，也就用了幾天的時間。這種肉眼可見的自我提升，比遊戲裡面角色變強還讓人有成就感。現在我算是徹底懂了，它能霸榜 Steam 的原因，還真就是靠純粹的好玩，靠每一局都不一樣的新鮮感。就算有時候臉黑輸了，也完全不影響我點開來再來一把。那麼，機寶們準備好爬塔了嗎？